比如说什么？比如说美国内部虽然现在对中方大家都采要强硬，但是怎么个强硬法其实就会不一样哦。川普这一回在选举过程当中，很可能会再卷土重来。目前共和党民调依旧最高，而且他说还会更高，什么意思？因为他又被起诉了。现在呢，他就直接的骂说呢，现在这个拜登政府啊，就是呢，好像是纳粹一样，说他现在自己的这一些一而再再而三的被起诉，就像是被纳粹迫害，而他一直不低头，原因是因为他在自己的一个网络上面 po 了这么一篇文，强调什么？强调说呢，他从来没有看过有这样对一位前总统一而再再而三的起诉。他说这件事情也让全世界意味到了，到底美国目前是一个怎么样的政治状态。目前他所被再一次控诉的是4项的刑事罪名，这里头还包括了是不是有密谋妨碍官方程序啊，或者是阻扰这个选举结果等等等啊。如果呢你把这4个罪最重刑责通通加在一起的话，那是会55年呐，55年的刑期，以他现在77岁的高龄算起来，就有人直接下这样的标了，说最重恐怕会关到死。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在美国内部会更加分裂呢？美国内部其实现在有很多的问题必须解决，另一个大问题是经济。好，原因是因为惠誉信评呢，直接把他们给信评降级了，从 AAA 变成了 AA Plus。那这一位呢，则是摩根大通的执行长，他直接的讲了，他说呢，他认为这样的一个举措是荒谬的，但是他觉得不重要，强调美国依旧地表最强。好，可是美国又不是第一次被降级，12年前也出现过，那个时候把他们降级的是 S&P。那同样的，当时呢，基本上美股有出现了跌势。这一下来再降级，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经济的警讯，会不会对于他们整体经济造成影响？这是大家最在意，特别是投资人最在意的一件事情。大陆专家直接讲了，基本上呢，他所谓的美国信誉降级，也就是他的美债降级，就是显示出美债的危险性。那如果真的发生所谓的违约事件的话，哇，那这是比2008年的金融危机更严重的全球动荡啊！大家会对你的信心，因为美债、公债这个就跟信心会有些关系，会有些动荡。所以呢，现在大家也开始在问了，会不会开始又看到更多人在抛售美债呢？之前呢，其实在国际上，包括他们最大的这些债主。中国还有日本都开始有在抛美债。那现在外媒的报道是，中方这边呢特别要求他们的银行还要缓购美元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美元买太多，人民币会贬值啦。其实跟他们内部呢也有一些的经济的一些效应因素。经济基本上你要完全的独立开来，特别是像美国、中国这种大国。真的很难。军事上头则是美国一直希望中方你能不能够找个人来跟我说说话。好，上一回我们看到了谢峰被找进五角大厦，这一回则是什么？则是他们的这一个北美司的这个外交官来到了华府之后，被五角大厦这边印太事务部的助理部长给叫去一起说话了。双方呢邀请他说，我能不能跟你聊一聊啊？聊国安对话。很罕见，军方一直在找中国，因为他找不到中方的军方人员嘛，所以外交人员来也好啦，讲一讲，看能不能够美中防卫再一次的突破。特别是什么？特别是现在也看到美方呢，他们有看到中方现在他们有发布，是不是要动员整个社会来做反间谍，说这是他们主要的一个大策略。他认为这是鼓励公民互相监视，他觉得会非常非常的担忧，又是可能让美方认为会引起国安危机的一个举措吗？其实美国也一直有在美中的防务上头在做评比，像是现在他们就认为了中方离太平洋太远了，而我们的射程飞弹射程不够远，那变成说呢，我们要开近一点点，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准度啦，我们整个兵力调派等等等，所以他们开始要研发扩大飞弹射程，希望呢能够让这个飞弹射比较远一点，让美军距离远一点，这一切通通剑指中国。回过头请教亮哥怎么样来看？好，美国内部确实在现在有很多纷扰，川普就认为直接骂拜登是纳粹。川普那种刑事罪要判出来至少2年以上啊，开庭当然会啦，他会不断被开庭骚扰啊。对。可是这样对他民调是没有影响的，
甚至可能加分啊。因为最近一次民调是43-43，对，他跟拜登啊。那如果他明年当选，那他就进入刑事豁免期啊。因为现任总统是刑事豁免，除非是叛国罪啊，所以他是没有影响的啦啊。所以这个是想太多了啊，搞不好这个川普当选就把这个想太多的人都把他抓起来啊。所以基本上我觉得面对这么多官司的一个总统候选人，然后民主党没有办法大幅领先，然后共和党里面几乎没有对手，你就看出美国民粹的程度了啊。这个 DeSantis 民调输他30%，那另外那个美债啊被惠誉降评啊，惠誉是让人家讲得非常清楚啦，就是说美国的政府财政赤字，它占 GDP 的比例啊，2022年是3.7啊，那今年会升到6.3，明年是6.6，后年是6.9，它看不出来有下降的可能性啊，而且这个利息还会累加啊。那另外一个指标是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啊，那他认为现在还是维持在100%以上啊。是。那 AAA 平均的中位数是39%啊，这是 Fitch 啊，就是惠誉的一个评准啊。那2011年确实发生过一次，那一次在3天内，美国股市跟债市都跌了11%，3天内啊。那这个耶伦当然非常生气了啊。因为昨天美股也就因为这样开始跌啊，不过跌了不多了啊，主要是纳斯达克跌了2% 多啊，其他还好啊。可是大家不要忘了，2011年3天跌了11%啊。那耶伦为什么很生气呢？因为美国今年还是编赤字预算啊，他还是会增加1兆多的美债啊。请问他要卖谁啊？你这样吗？搞我要卖谁啊？那因为这个。美债降评等于是直接打耶伦嘛？那你去想一想嘛，这个今年5月就是最新的美债的买卖记录，几乎大部分国家都是卖出日本排名第1啊，卖了300多亿啊，那中国大陆卖了200多亿，英国卖100多亿，你看里面就有日本跟英国，都是你美国的盟邦照卖啊。所以你就知道，本来大家就对你美债没什么信心啦。所以你如果这个角度去看，那这个等于是雪上加霜的一个重击啊。所以你去想一想，接下来6月已经过了啦你就接下来这1个月，人家会怎么去评估你的美债啊？所以你手上如果有美元，搞不好想来想去还是去买黄金，就是他就会去买非美债的资产要么买美股啊。买黄金啊，或者是买美国的商用不动产啊，都有可能可是就没有想要碰你的美债啊。那这样的话，财政部怎么办？是美国财政部他就会很麻烦因为美债大概有40%到30%是要卖到海外去的。那如果没有人愿意接手，那你怎么办呢？你只好让 FED 下面的民间的金融机构自己来吃货那谁受得了？好，就是刚刚亮哥直接讲了耶伦为什么这么生气？白宫3巨头通通出来骂原因就是因为不是他手上还有好多美债要卖你说他的产品不好他要怎么办？他怎么卖呢？是不是？美国现在其实经济之外，另一个就是军事了，美债之外就是美军了。来请教小舰长原因是因为他们一直要求国安对话，找不到防长，只好找他们的外交官来讲一讲也好。再加上我们看到了，他们真的是认为中国隔太平洋太远了吗？竟然是说飞弹射不到那么远，那我们就加油把飞弹射远一点，能够打中国吗？是这样的逻辑吗？我们来看这个美国国防部不断的找大陆的外交部的人员来对谈其实就表示了一件事情，大陆不是不愿意谈，只是你李尚福的这个国防部长制裁的问题你不做解决，这件事情就没有，就是对谈，就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你现在找外交部的人来谈，对不起那个中国大陆的外交部不是我们台湾的吴钊燮，他是外交国防部长他什么国防都能谈人家最多只能够转达而已。转达是什么概念就是个隔靴搔痒嘛。那转达还有时间成转的问题那要等多久？
那至于有关于飞弹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必须要这样讲，我们来对比那个大陆跟美国这两国，它的飞弹到底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它现在美国想要把它的那个燃烧效率改得更好，推力更强，然后可以打得更远，这当然是一种想法，可是有没有想过呢？这其实是创新不足。怎么叫创新不足？因为无论你多远，而且你飞得越远，你飞得越高，越早怎么样？越早被预警啊！所以你看一看，解放军在做什么？解放军不管是东风17，不管是那个东风26，它其实它为什么那个甚至东风27啊，它其实就是一种高超音速滑翔体的这种飞弹。滑翔体是什么概念？就是它进入那个大气层之后，它可以转向的。所以你从它发射的弹道，你是算不出来它要攻击的地点是哪里。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创新啊！可是这个创新的来源其实并不是现在啊，其实这些都是钱学森弹道所现在它有能力研发出来的。所以我们要这样讲啊。那个，如果你的创新能力不足啊，你只是让飞弹飞得更远，其实没有什么用。而且我们来看啊，中国最近在长春的航展啊，它展出了这么一种叫做 RCT-195B 的一个数据传输链的一个跟踪干扰系统。这个东西很早以前就已经出现过了，但是我们必须要这样讲，它为什么出现这个？这个就是告诉大家。data link 没有用，因为它就是来专门干扰 data link 的。所以军事上面呢，其实彼此之间互有消长，但是呢，在国安上面，美国就直接讲了，你们中方现在搞什么动员社会反间谍，他就觉得，对他们来讲，美商来讲，在中国的美国人来讲，他们是担忧的。来，请教袁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啊，其实讲起来非常有趣啊，因为这个让我们想起来好像回到过去一样啊，是不是？因为我们以前的话呢，就非常重视。动员社会来抓间谍的事情，我们应该是最熟悉的了。以前我从小看到那个电线杆上的标语啊，都是注意某某就在你的身边了，对不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觉得目前为止的话呢，出现反间谍法通过了以后呢，它最主要的目的是因为大陆发觉，不但是在这个国际媒体上的语境的论述上来讲吃亏了以外，另外的话呢，确实是美国自己本身都很得意，因为大家要知道，美国空军曾经最近10月份一次，然后今年的话呢，最近公布了一次，说什么呢？就是说呢，对于大陆的这个导弹系统知道的非常非常多，尤其是这个航太军这个知道的就是非常多的情况下的话呢，已经是得意洋洋的泄露出来，美国在大陆的部件相当完备啊，否则的话，这等于是送死。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大陆如果说是不能够装作听不到的话呢，那么做这种事情，我觉得可以理解啊，我觉得可以理解。那至于说是这个，就是这个中美关系法啦，再加上反间谍法了，让很多在这个大陆的美国人感觉到不安全的话呢，那你回头想过来，在美国的中国人是不是更不安全？那不是完全一样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这种情况。另外，我倒是想要提一下，就是有关于川普啊，川普之所以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他太了解美国的制度。是选票至上啊，所以对于川普来讲的话，川普干的坏事太多了，对不对？他又是什么车修费啦，又是什么那个什么国会山庄的暴乱啊，又是什么自己私藏了一大堆的文件啊。川普做的事情非常多，这些事情都帮川普免费的提供了非常多造势的空间。川普的募款拿来搞律师费花的差不多了，但是川普现在所有造势的价钱通通是免费的，而且呢，这里面的最主要的是，川普讲的是实话。最近拜登跟他的儿子就被人家已经检举有贪污的嫌疑啊，有腐败的嫌疑啊，但是川普本身的孩子啊、子女啊站在他旁边的话，好像没有听到什么绯闻啊。不管怎么讲啊，川普自己的话，他心里非常明白，借这个机会，他就是要等的，因为他现在机会非常好，43%不少了。那些红脖子基本上都支持川普啊，对不对？对于美国很多人来讲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啊，大家心里要了解，美国的知识分子啊，像我们亮哥读耶鲁大学里面见的高人很多，但是美国绝大多数的人呢，就是基本上
缺乏判断能力啊，认为川普就是他的未来。否则的话呢，你看看2021年的1月6号在国会山庄里面的那一些人的动作，实在是跟我们原来想象的美国差得太远了。好，到底应该要怎么来看美国呢？我们刚刚看到的是美中之间，美国其实他们现在一直告诉大家哈，他们没有说要让中东真空啊，他们想要重回之外，在波湾这边，我们一度以为说，他应该这里会稍稍的把它缓下来，去对中国，没有哦，他不但没有去对中国，这个还有这个乌克兰这边应该要增派兵力，没从那边去，他从哪里去呢？他从波湾这里来。好，看到前几天8月2号的时候，他们有一艘这个巴丹号哈。2机突击舰就直接开到了波斯湾，这里头呢，其实还有部队之外，还有所谓的战机，包括了攻击机，包括了战斗机，通通都有。那发现美军来了之后，最新消息就是伊朗的革命卫队就赶紧来展开军演了。那同时呢，他们这次的军演也是一样大阵仗，船舰、无人机、飞弹，通通都参加啊。为什么在波湾这边大家又开始关注起来？好，虽然呢，在整个这情势上面，大家想说，应该会稍稍的比较低一些些，比较平息一些些，但是在核协议的这些部分呢，大家还是持续的在讨论。而伊朗也强调了，说他们现在还是面对有很多的不公平，包括制裁。大家就在问，到底制裁对他们的影响是什么呢？因为看一些数据带您来看，过去3年呢，他们所谓的石油出口到中国的部分是有增加的，增加了大概有3倍之多，从本来的32.5万桶变成了100万桶，很明显的数字差别。而另一个部分呢，我们刚刚讲了，美军现在呢要在这里这边来增加战力，是不是希望能够来增加他们核协议谈判的这些筹码？大家开始想问之外，也要问啊，那俄乌呢？俄乌这边都不管了吗？好，因为现在乌克兰直接讲了。俄军是直接攻击港口，所以让本来要运送到海外，包括中国、非洲的粮食，就因为这样而被毁损攻击了。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就是让大家觉得说，俄罗斯你到底有没有看到，还是你故意要让粮食涨价的？那土耳其的部分呢，就特别的要求不要让局势紧张。俄罗斯的方法则是说呢，因为在黑海谷物协议当中呢，他认为乌克兰他们完全没有照着这些来进行，所以呢，他们也不想要继续的再遵守下去。法国直接跳出来说，他们认为啦，这一切都要归咎于俄罗斯，因为他们可能想要借由这个黑海的粮食运送来造成价格攀升，来造成他们自己在谈判上头有一些筹码。只是真的是这样吗？好，民生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大家最在意的，也是大家认为呢最不应该在这一些事情上面去碰触的一些议题。来看到这跟民生问题也有关，这是大陆的北京。北京最近在京津冀这边罕见的看到了洪水，北京说是遇到了140年来最大的一场雨。好，甚至呢，你看看这个街景已经变成这样，大家是直接必须要搭乘这个救生艇，然后来救灾，然后呢，有好多的汽车都直接的被洪水给冲走了。只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12万人被迫撤离，降雨量超越11年前的721。却有人开始来质疑，到底当局有没有把话说清？好，当然习近平他有要求要全力的来搜救失联被困的人员，尽最大的限度来减少人员伤亡。好，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对于他是不是有真的完全的告诉大家这一些实况，在外媒上面对此多所质疑，应该要怎么样来看看这一些国际间的事？请教亮哥，首先要请教您，在波湾这里，开始美国又再回来了，战机还有攻击机通通开回来。这个可能是针对伊朗有对部分的油轮做检查，是，所以表达一个强势姿态啦。不过美国对伊朗坦白讲是束手无策啦，这有几个原因啊。因为波湾的石油经过荷姆兹海峡有90%，那全球的原油从荷姆兹海峡出来的有占1/3啊。那这个地方因为它海峡非常的窄啊，对，那上面还有2个岛也是伊朗控制，所以伊朗只要把货轮集成啊，把这个地方封起来，美国就没辙了。而且伊朗是一个高原地形啊，那美国等于是要仰攻啊，所以非常不容易进攻。你看到现在都没有发生啊。伊朗核弹也还没做出来啊，那美国为什么不去打？所以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强势演练啦，就是说，你如果要扣人家的船，我大概会有动作。可是伊朗看起来也不示弱啊，因为美国的全球鹰也是在这里被打下来的，对，所以是相当麻烦啊。事实上，我认为大概就是对峙啦，可是真的冲突也不至于啦啊。那乌克兰那个比较麻烦啦，坦白讲，现在真的不知道要发展到哪边去啊，因为俄罗斯这种行为已经影响到全球的粮食价格了，是，而且有一些国家又不是像中国这样，中国大陆当然也有被打到的粮食啦，可是中国的仓储没有问题嘛，可是别的国家可能就要挨饿啊，这里面有非洲的国家啊，所以普京也知道这是问题啊，所以他不是在圣彼得堡那个非洲峰会宣布要免费提供6个国家粮食，可是这种东西，因为乌克兰出口的粮食实在是太多了啦，所以这个问题变得很麻烦呐。就是泽伦斯基，你看到他也是不断的用无人机攻击啦，而且我后来发现乌克兰有一种无人机可以飞1000公里，所以而且是乌克兰自己做的哦，所以莫斯科也很头痛。因为大概2天前，我们看到乌克兰有44架无人机去攻击莫斯科。这个坦白说，对真正的军事的大规模进攻都没有作用，可是就是不断的恶化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民众的情绪嘛。对，所以就军方就越来越上升，升级冲突的规模，越打越狠，越打越狠啊！真的是这样，就是越打越狠啊！就是你奥德萨还给人家炸，那人家粮食出口，连一艘罗马尼亚的货轮要进去偷载粮食出来也被炸，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啊！就是，然后你炸我的莫斯科，那目前这个瓦格纳在白俄罗斯也蠢蠢欲动，对，因为那个地方距离基辅只有100公里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变成一个很麻烦的局啊。可是处理问题也不能寄望像沙特阿拉伯那种什么搞30国会议啦，那有什么用？真的有用的就是美国跟中国赶快进来处理吧。这个那么多国家，那个只有和平造势的意义啦。因为他们就想帮乌克兰喊话嘛。乌克兰提了一个和平方案嘛，可是那个俄罗斯不可能同意的嘛。所以你现在就是真的要解这个局，就是美国跟中国都要进来。那好好跟双方谈一下啦，不然看起来是危机不断的往上升啊，你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到最后可能重磅武器都拿出来了，那就更不可逆了，就是这样啊。是，好，大家就会害怕了啊？为什么？因为他听到重磅武器之后，哦哟，这个俄罗斯可是核武大国啊！如果真的是到那个程度的话，那是不是会有点来不及呢？能早一些吗？我们先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请嘉宾点评。好，我们刚谈到了俄乌战哈，要请教小舰长，您怎么样来看？原因是因为呢，本来这俄罗斯这边是说，可以啊，黑海哈，不要说大家没饭吃嘛，对不对？我让你粮食可以进出口，毕竟这里是粮仓。但现在呢，突然之间又说他不要了，因为他认为乌克兰没有完全按照协议，所以他也不玩了。那再这样下去，变成是其他国家大家是在指责普丁，说你知道你会害到我们。如果按照美国的战争研究院的说法啊，那他所统计的就是从7月17号到7月26号，其实在敖德萨这边已经被摧毁的那个粮食大概18万吨了。那在8月1号到8月2号的话，又高达4万吨了。那为什么是敖德萨这个地方呢？因为我们来看一下哦，我的这张手板其实非常清楚哦，也就是这个乌克兰它的谷物出口啊，它只有24%啊，它是透过陆路运输，然后进入到波兰哦。那它其他的透过多瑙河运输的话是26%，可是它有剩下的50%啊，全部通通都是透过敖德萨进入黑海来向外输出。那现在黑海谷物协议走不动了，那黑海谷物协议走不动呢？事实上是一种什么做法呢？事实上就是俄罗斯他觉得
没有按照黑海谷物协议的内容走。为什么说没有按照这个内容走？我们对于这个协议的内容，我们认知的是要让乌克兰的谷物运出来，可是俄罗斯它是有交换条件的，它交换条件的就是要让那个俄罗斯的一个农业银行啊，它能够重新回到 SWIFT， 这个有照办吗？没有。那另外啊，它的要恢复，俄罗斯有要求要恢复农业机械以及相关零附件的一个供应，有按着这个内容做吗？也没有。那最后也就是有关于他们的食品以及化学肥料业者的资产跟户头，原来冻结的要解冻，有做吗？都没做。那相对于俄罗斯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那再加上刚刚岳老师跟那个郑亮老师所谈到的，也就是说，那个俄罗斯现在不断的遭受这种不对称的攻击之下的话，那当然这谷物协议就不要做了。那这谷物协议就一不做之后，当然最倒霉的就是就是购买这些谷物的国家。当初在战前的时候，乌克兰是排全世界第6大的一个小麦出口国。在这将近那个1年多的战争啊，事实上大家以为他好像卖的状况不好，不过他只退后2名，他只到第8名，他退后到第8名而已啊。所以也就是代表说，其实当初俄罗斯是有按照这个协议内容去进行的。那现在俄罗斯到底在打什么样的战争呢？其实我们以前对于这个战争，我们都认为啊，应该打的是外科手术式战争，直接瘫痪我们的那个中枢啊，那个也就是我们汉光在推演的。可是我们从俄乌战争，我们看到，其实打着又打回以前的状况，从部队一直往内打，现在是为难粮食，其实就是对于第2环人口的一种为难。是，好，到底这场战争之后后续要怎么样来观察？那包括了波湾，这是跟油有关；包括了乌克兰这边黑海这里是跟粮食有关。等等回来，早要带你来看到，在北京这边是跟民生跟天灾有关了。我们先进广告。节目最后，我们要请岳老师帮我们总结。这一次在北京发生的大水啊，3个特点。第一个是空前的大，我告诉大家大到什么程度啊？在2天降了2年的水量啊，它不得了啊。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是这个它本身啊，在发展的过程呢，它一直到达了京津冀地区啊。什么叫京津冀？就是北京、天津跟整个河北省。我从小到大就没有听过这个台风啊，这个叫做杜苏芮台风，在浙江以北就很少听说过，而且一进大陆，我们通常报道就是说，哎呀，那个低气压就自动解散了什么的。这一次现在居然朝着黑龙江前进啊！不得了啊，这是简直不得了。然后第3点的话呢，我跟大家强调，这个是远远没有结束。为什么呢？因为在京津冀地区呢，他们的出海口都是天津。你打开地图一看，那个海河为什么这么大？它的原因就是说，它基本上整个华北平原的话呢，整个所有的水的出海口都在天津。所以说现在的话呢，在河北地区。京津冀地区是大陆的最重要的首都命脉啊，那开什么玩笑？而且的话呢，就是说河北有好几个省，什么涿州啦、献县啦什么的，都要变成了一个防范区，就是说让水全部往这边流啊，然后老百姓全部迁走，然后呢，让这个河水呢慢慢过一段时间呢，慢慢流动到天津的地区，然后再出海。所以说目前为止啊，得到的最新消息啊，非常非常有可能对天津的话呢，要做一点牺牲哦。那大家都已经做好准备，就只有一个方向就是了。对嘛？这当然，因为它那个地方是从山都往那边，而且另外我觉得最严重的一件事情啊，现在黄河变成黄城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华北的地区啊，他们很干燥嘛，地上都是从那个蒙古高原那边飘过来的那个沙子嘛。啊，那个是黄沙滚滚的，这一下子经过水口，所以你看到在镜头上一看，全部都是黄的。我跟你讲哈，所有的设备、所有的装饰、酒店、书店。
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老师，大家平安，以及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珍老师。燕婷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海军舰长吕礼师，大家好。一开始要先带你们来看到的是现在呢这一位上了专访节目之后什么都讲啦。好，他是柯文哲，柯文哲现在接受了蔡正元的专访，他就直接讲说，听说你现在很害怕接到郭台铭的电话，都不敢接电话哦。听听柯文哲怎么回应。我们还十指紧扣，海誓山盟。他第二天跟我说什么？他喝酒忘记了。我说他气到有被抛弃的感觉，是吧？我第二天天亮以后，他今天生气啊！我海边看月亮，对啊，十指紧扣，海誓山盟。他第二天讲我昨天晚上喝酒醉了。这个连一夜情都不算嘛？我现在想要千千叉叉，我哪能我一边都惊到，你知道吗？这边都惊掉。你很难想象会发生。听说你现在都不敢接他电话？不是啊，我就想到那一幕我就很害怕。压力是在郭台铭身上，还是侯友宜在你身上？都有啊，都有。所以大家就开始比憋气吧，看谁憋得久。好，到底呢？如果说真的再也要整合的话，压力在谁身上？他说比憋气，比谁憋得久。因为呢，现在基本上有很多地方，大家要讲的是，除了大选之外，还有小鸡呀、小鸡的这些选区。柯文哲怎么看？他直接讲了啦，说呢，在台北的部分，因为跟徐巧芯跟罗志强两个人他们有交情，而且他觉得理念相近，所以呢，这两个区他就不提了啊，就让他们能够好好选啊。但问题是，如果真的是要最后被弃保的话，什么可能性比较大？柯文哲的讲法就是。谁都有可能被弃保。好，但是呢，他强调了一个状况，就是呢，他发现了基本上在台北市长选战那一战，黄珊珊呢说再被怎么样弃保，再被怎么打，都还有25%。他的观察就是说，他认为啦，如果真弃保的话，蓝的要投白的比较容易，但是要白的投蓝的，会比较困难。这代表着什么意思？什么弦外之音呢？现在看起来赖清德、柯文哲还有侯友宜依旧呢，民调上面还是位居弱势，所以王世坚他就直接讲了，他的观察就是之后他应该先提早下课了啦，因为他认为他能力不足，准备不够啊，欠缺领袖魅力等等，所以好好回去照顾新北市民。那他觉得接下来就是赖柯斗，也就是赖清德对上柯文哲啊，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最近民调有发现说，侯友宜好像开始有一些止跌回升了，特别是在他去了日本之后，去日本这一趟呢，在柯文哲这边阵营，他们有一些的意义。好，什么意思？就是呢，这一位这个是他们的副秘书长徐府呢，当时陪着柯文哲去日本访问的，所以他就讲了，他说他看了侯友宜的行程，他发现会不会太像啊？包括那个东京妈祖庙下面拉的那个红布条啊、位置啊，几乎一模一样。还说在这个早稻田大学有学生出现，这一些好像都一样。他想问，是表演还是整人搞笑？好，可是呢，帮忙联系的国民党人士说了，其实还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如果你去看戏的这个部分，好。侯友宜见到的议员数目比柯文哲要来得多，甚至他还见到了安倍派的掌门人，这里头呢基本上都是玄机。好，包括了也说跟麻生太郎呢，他们在见面的时候，好像时间的长度以及跟这个媒体之间给他们拍的这个程度都不一样，所以他觉得魔鬼在细节里面。当然不一样。见麻生太郎的时候呢，侯友宜直接讲了，他说呢，他是护台的心至死不渝，他会好好的来把国民党过去的路线延续下去。那到底柯文哲你的路线是什么？目前在台湾有一个日本的访团，这个议员呢，他就问柯文哲，柯文哲说他觉得他不一样，跟蓝绿不一样，就是他不变统独，他只处理理性的问题、务实的问题、科学的处理问题。他说了，理性、务实、科学就是现在让他们能够吸引到年轻人的原因。好，美国之外，还有每一次选举，很多人都会问什么时候去日本之外，还有美国。赖清德呢，现在8月12号就正式要出访了，他是要去出访巴拉圭，但是过境的部分呢是重头戏。这一次发现呢没有到华府，所以呢就是纽约，当天就离境，然后呢
回程的时候则是会过境旧金山，会 overnight， 隔天的清晨才会走。这一次大家说了，算是他去美国的补考，因为之前有去过。好，可是呢，好像美方这边一直有传出一个声音，说对他是不是还觉得有点疑虑，希望有更多的了解。那可是又非常的低调，又非常的谨慎，所以就有人帮他这样子下了一个注解。这一次啊，他要过境美国，基本上啦，不失分就是得分。好，因为呢，他本身现在还是现任的副总统嘛，总是会有一些限制，还有一些包袱，讲话最好小心一点，特别是现在这个时机点。好，去年呢，现在呢，裴洛西刚刚访问台湾，那个时候让两岸之间真的是兵凶战危啊。而1周年了，裴洛西又再次的发表声明，强调他们跟台湾人民同在。但是，这个时候讲话真的适宜吗？算是帮民进党催票吗？打一个问号。因为呢，来看看这一位经济学家，好，唐奖今年的得奖者，他叫杰佛瑞·萨克斯，他直接的说，他认为啦，现在美中台关系后，美国不应该挑衅，像是裴洛西访台这种事情，就叫做不尊重中方，甚至呢还是火上加油。他也示警台湾，说基本上美中现在大家都看得出来，就是一个斗争局面，斗而不破。但台湾你就必须要理解了，不要让自己很危险，应该要跟对岸有更多的对话，才不会变成了像俄乌战这样的代理人战争。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看这些事情？回过头请教郭正亮老师，您怎么看柯文哲被问到说，你现在不敢接郭台铭电话，他说他想到当时十指紧扣山盟海誓，就很害怕。我现在郭台铭当然是要找郭来配嘛，不过他现在民调领先嘛，他怎么可能就这样答应？所以我觉得恐怕大家也挡不住郭台铭他既有的节奏了。他很可能在823去金门就宣布参选了，因为913联署一定要领表嘛，所以20天前差不多嘛，那20天内他可能就到台湾各地走走啊，这可能性是蛮高的啦。而且郭台铭的议题其实也蛮准确的，因为他要先去美国，对，然后要去兰德机构，然后接下来要跟基辛格见面，是。那核心问题就是如何不让台湾变成第二个乌克兰？那显然就是要打战争与和平嘛。那823去金门不是刚好？金门就是战争的起点啊，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侯友宜大概他们阵营也知道这个状况。我觉得侯友宜这次去访问日本有2个基调都是蛮正确的啊。第一个就是他重塑他的现状是指马英九2008年那个现状并不是蔡英文这种现状所以他把马英九的诉求大概重讲了一次啦。那加上他的中华民国宪法下的9·2共识不，这个倒没什么。我觉得他倒是弄了一个文宣的梗，蛮不错的。他说不要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啦，我们应该来谈台湾没事，日本就没事。对，这个非常的聪明这个就是在凸显台湾的总统就是要经营和平嘛。你怎么会去想说我台湾有事，你日本要不要出兵？那日本人紧张死了。我们应该是台湾安全，日本就安心呐。他就是提出这样的诉求。对，我觉得他这样的路是对的那事实上大家都知道，他会是最晚一个去美国的。你看他现在先去日本嘛，那这个诉求我认为是对的那接下来就轮到赖清德去美国，然后郭董也去美国，然后郭董823可能宣布参选，那基调就是战争与和平，然后侯友宜9月再去美国。所以我觉得大概可以去想象那个整个的动态的过程，就是说从现在他回来台湾，一路到9月他去美国，大概就是都笼罩在两岸的议题中了而且很可能赖清德去美国，大陆还会有动作那这个我觉得侯办也要有准备了因为谢峰已经对美国表达强烈抗议，灰犀牛。对，那这个东西就是赖清德他比较不方便的地方，因为他是现任副总统那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柯文哲可能会2访美国，那基本上侯友宜跟柯文哲不只去 AIT 的总部啦，我觉得连去华府的可能性都存在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敏感的身份嘛。那赖清德就有点比较
就是因为他是副总统啊。那后来美国经过了协调，还是让他回到了蔡英文的规格了啊。本来听说去程是迈阿密啊，这个打压就差很多哎，这个就打压就很明显了。那后来还是拉高到纽约嘛，那这个就跟小英一样啊。那回程去旧金山，那蔡英文是洛杉矶嘛啊。可是我们也看到了美方的要求极度谨慎啊，比如他大概就是只有1个晚上，那个晚上就是乔宴，而且不能公开，那我估计他跟小英会一样啦，也见不到联邦官员啦。那就不知道州长、市长、国会议员捧场到什么程度啊。可是我基本上认为他这个访美，这个涉外人士，事实上是我们现在政府的民进党的涉外人士哦。所以我认为是就是小英整个对外系统的人啊。所以他们的期望值其实不高啦，就说不要10分就算赢了啦，大概是这样。是好，所以呢，看到了这个候选人刚刚这个亮哥直接讲了他们的时程，其实排出来一看，当然日本、美国，大家想要知道的是你到底有没有处理这一些议题的能力。来请教苑老师，您怎么样来评侯友宜去日本，然后跟接下来基本上呢，现在裴洛西访台1周年，大家也在看啦，这一些的效应，再加上赖清德即将要出访，到底是失分得分怎么拿捏？我觉得确实是像亮哥讲的很对了，就是说郭台铭是打战争与和平牌了。那侯友宜现在的话呢，终于也慢慢转到这方面了。因为不统不独不武的话呢，重新回到这个立场，虽然听起来很熟悉啊，但是他基本上的话呢，表面上是讲给日本人听，其实是讲给国人听，也表示说他这个立场上来讲的话呢，比较能够把这个主要的议题讲出来。那当然赖清德更不要讲了，因为赖清德的话呢，开口闭口的话呢，就是基本上强调这个他要以和平的方式。那现在我觉得对柯文哲来讲，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他现在的话呢，不晓得是被这个民意调查迷昏了，不是他讲说这个民意如流水嘛，他现在的话高兴得不得了。讲到这种情况下，我刚刚听那个话，觉得有点肉麻。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把战争与和平的议题放在嘴上。为什么他没有放在嘴上？我可以告诉大家，年轻人不爱听这个。年轻人的话听到，年轻人很像那个 John Bolton 的那个波尔顿的那个样子啊。年轻人会认为说软弱就是一种挑衅啊。年轻人基本上认为你不怕才是英雄啊。所以说呢，柯文哲该讲的话呢，他没有讲出来。这个慢慢日后的发展当中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柯文哲这个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毛病啊，就是他言多必失，言多不一定是，但是他特别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往往是为了情绪把这话说出来，说出来以后呢，又觉得很麻烦，不晓得该自己道歉还是请别人道歉。不过你刚刚提到这个赖清德去这个过境美国的时候，我特别注意了一下。很少有看到这种情况，就是说他的行程是去巴拉圭嘛，到了巴拉圭以后呢，回来在美国来回就是过境2个字，一共合起来4个字，就是过境啊。那么基本上来讲的话呢，美国的确，因为我个人有读到那个《金融时报》那篇文章啊，美国对于赖清德是有很大的疑虑，这个疑虑主要是因为他讲了前进白宫那个事情，副总统的身份强调前进白宫，这个话听在大陆的军方人士里头耳朵多敏感。我另外要强调一点，2022年的8月2号那个时候佩洛西的时候，我刚好人在济南啊。对不对？人在这个山东省的省会，那个时候的话呢，我在吃饭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在讲说他根本不敢来，所以我那个时候呢，基本上把我的衣服全部洗了，我拍了一段视频，是人家找我临时拍了，然后来找我拍那个人借的衣服，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视频，那个衣服是找我来拍的那个视频，那个人是山东电视台的人，他的衣服借给我，然后他是光着膀子在那边做这个录影的。佩洛西窜台以后，整个台海中线没了啊。我们现在这个24海里的这种安全保卫线也没了，然后呢，最主要的是这场演习基本上都没停哦，大家记住，在你的上空中，然后我们这个消息当中，那个导弹或者飞弹飞过台海上空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通知国人的，是日本人告诉国人的，就是你不能开玩笑的事情。所以说，佩洛西窜台的访问已经到了这种地步，的确是为了大陆的军事上准备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垫脚石。这个的话，我觉得台湾人应该要小心一点。是，来请教小舰长怎么看？
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萨克斯，也就是今年唐奖的得主啊，他不是只是一个教授而已，他也是哥伦比亚大学有序发展中心的主任啊。那他特别提到了一个什么事呢？他特别提到就是，如果现在拜登跟普丁两个人都拒绝对话的话，那事实上乌克兰这个战争还会继续的执行啊。虽然我们看到今天中午的最新消息，泽伦斯基是说他在昨天说的啦，他说希望今年的秋天他可以在那个举行乌克兰的和平峰会，那有40个国家一起参加，40个国家一起举行，你觉得真的谈得出来吗？那个不是谈判的理论哦，你谈判你就是要跟普丁谈，而且你手上的筹码是什么？本来不是说春季攻势吗？现在又要秋季，还说要明年才打得赢。那现在又说那个今年秋天就要谈判，那到底要谈什么呢？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另外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讲乌克兰，当然那个乌克兰并不等同于台湾啊，但是事实上来讲，这个战略断层线有2条啊，在那个东欧的就是乌克兰，在亚洲的就是台湾，所以就跟刚刚那个岳老师所讲到的，我们自己要想清楚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那但是呢，这里面又有一件很奇怪的事，什么很奇怪的事呢？其实我们的那个国防安全院啊，它其实是我们国防部的一个智库啊。可是呢，我觉得它好像不像智库啊，智库应该是统合所有的相关的一个那个情资，然后提供国防部参考。可是我觉得它比较像是那个进行那个我们新战的一个中心啊。为什么？他们现在又讲啊，说那个如果说那个我们两岸方那个依据日本的兵推啊，最后我们台湾是有效抗拒的。可是人家美国不是这么讲的哦，人家美国的那国务院的前日本处长他讲说，要等待日本首相决定要不要驰援台湾，要两个礼拜，2个礼拜就已经没有威慑效应了。然后美国的白宫国家安全会议的前东亚事务部主任说，这一个那个所谓的兵推，其实只有保卫日本本身的领土而已啊，并没有针对日本在其他的地方的任何角色进行探讨。那当然啦，我们来看看当公布的这一个兵推的内容。其实第一段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所谓的那个认知战或者是混合战的开始。第二个就是日本有事，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第3个讲的是军事力量的冲突啊。那它这里面的重点重中之重，就像当初郑亮老师所讲到的，他讲的是撤侨啊，日本的8000人跟美国的12000人，他什么时候有讲到台湾会赢呢？其实没有啊。好，到底呢这个美日台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真的有那么样的绑在一起，还是人家真的会理你吗？这件事情大家打一个问号，因为美国内部很多不同意见。